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最富贵的手相特征。掌纹深刻且清晰的人大多精明。一个人是否能大富大贵，可以从面相得出，也可以从手相得知。那么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手相吧，带您深入了解最富贵的手相特征。一、掌纹深刻且清晰。手相的纹路通常能表现出一个人的天资、性格、事业财运走势和个人命运发展。手掌纹路多，代表的符号和信息也多，掌纹杂多混乱，寓意此人一生运势多变动奔波。掌纹清晰的人大多精明，做事情有章法，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规划。如果掌纹纹路深刻且清晰，富贵手相通常有比较理想的财运，事业发展得很顺利，能取得很不错的成就。二、手财纹深长，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有一条平行于感情线的纹，就是手财纹。此纹最易判断人一生的财富多少，能否发财或守财。手财纹长代表入财多，守的财也多；手财纹短则代表入财少或不易守财。手财纹深长的人通常是有很好的理财能力，会挣钱也会守财，知道如何管理钱财，也是富贵的手相之一。三、手如干姜，家道必昌。手如干姜主要是说手的握力，因为干姜的阳气最重，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。如果肝功能旺盛，那么这样的人一般具有强盛的生命力。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做事能力强，具有勇气、谋略，敢闯敢拼，富有冒险精神，敢为天下先，有不畏艰难的韧性。这样的人一定能事业成功，取得非凡成就。四、手掌肉厚柔软有弹性。以掌面为中心，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、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部位，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、性格、后天成就、父母子女、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。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，元气充盈，身体康健。肉主阴，主腹，手掌厚而富弹性，肤光滑柔软，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，福泽深厚，福禄天成。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，一生财运顺利，免于奔波操劳，晚年安逸。五、多财富纹，在大拇指第二节纹与掌纹交界所形成的交叉纹，或一些斜纹形成的三角纹、菱形纹、钻石纹或类钻石纹，均可统称为财富纹。财富纹以见方格纹或菱形纹为最佳，不论横纹或直纹，纹越多表示钱财累积越多，代表此人一生命中有发大财的潜力，而且这种人都很懂得理财，能靠自己的勤奋积累丰厚的财富。六、财运线深且清晰。财运线又名水星线，即小指根部的短竖线，是一条表示个人金钱运的重要线。财运线最好的是如针一般挺直，且没有其他障碍线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上的财运线有几条，而且纹路非常深且清晰，这样的人大多可能会财运亨通，财运顺利，身边也会有多个贵人相助，容易会大富大贵。七、掌心凹陷能聚财积福。如果把手掌比作的聚宝盆，那么掌心就是聚宝盆的盆底，掌心的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积累程度。掌心凹陷的人能聚财聚福，有这种手相的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，是最容易发达的。年少家底丰厚，自己的理财能力也很强，年轻时有顺利稳定的事业财运，能积累下丰厚的财富，最富贵的手相特征。掌纹深刻且清晰的人大多精明，晚年幸福安逸。八、多财帛纹，
财帛纹也称为钱财纹，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方的短小斜线。财帛纹寓意着金钱财物，这些纹线能体现一个人的福禄财运运势。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，代表着此人财运旺盛，富贵手相，能享富贵荣华。有这种手相的人，通过偏财获得丰厚的财富收入，生财有道。9. 五指长短有序，中指稍长。从手相学来看，五指代表一个人的父母、成就、配偶和子女。五指修长、长短有序、间隙合宜的人，各方面各有所得，福泽绵长。有此手相的人天资聪颖，少时能得家人庇佑，衣食丰足，青年夫妻恩爱，子女缘深厚，一生运势平稳。其中中指稍长的人最富贵的手相特征，掌纹深刻且清晰的人大多精明，说明此人善于计算，做事情缜密有条理，能挣钱理财，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，对自己的要求严格，也很容易大富大贵。10. 食指有3约纹。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，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，叫做3约纹。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，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。如果是女性的话，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，受夫家福荫，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。富贵手相风水研究，衣食丰足。男性的话也能娶得有钱娇妻，总而言之是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。11. 太阳丘丰满高隆。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、才能与声名等。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，颜色明润，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、理财能力，在青年时期就能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。另外，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大多性情温厚、正派乐观，个性明朗，有较高的素养，通常有很好的人缘，晚年能赢得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，衣食丰足，家庭幸福美满，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。12. 木星丘饱满。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，代表人的意志、欲望、地位和权力等，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，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。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，大多热衷名利，自负骄傲，充满雄心斗志，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，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，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，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。若为女性，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。13. 财神线。财神线是手掌上最具代表性的财富线之一，它通常从手掌底部沿着食指方向延伸。有的人相信财神线的形状和长度可以预示个体的财富状况。一般来说，财神线越长、清晰，被解读为个体在财富方面的运势越好。14. 钱袋纹。钱袋纹形成一种带状图案，被解释为财富积累的象征。传统相学认为，手掌上出现这种带状纹路，预示着个体在一定时期内将会积累较多的财富，这被视为财富的秘密仓库。15. 富贵三维纹。富贵三维纹被认为是手纹中的吉祥之兆，它指的是手掌上同时出现3个维度的线条，被解释为富贵荣华的象征，代表个体在事业和财富方面将会取得巨大成功。16. 财富交叉点。财富交叉点指的是手掌上多条线相交的地方，被认为是财富聚集的地方。相学家相信，这些相交的点的位置和数量能够预示个体财富的稳定性和丰富度，这被视为财运的交汇之地。17. 金星丘。金星丘是相学中被认为与个人财运有关的区域，位于手掌底部附近。传统上，人们相信金星丘的状态与美满家庭、事业成功以及财富累积有关。
这被视为个体财富命盘上的重要地标。18财星线，财星线是一条与太阳线平行的线，被解释为财富进入的通道。这被认为是一种财富之路的象征，代表着个体会得到财富的源泉，这是财运注入手掌的渠道。19财富岛，财富岛是财神线上出现的中断或断裂，有的人认为是财富波动的标志。传统相学认为，这种岛的出现可能表示在某个时期内，个体可能会经历财务上的不稳定，这被视为财富命运的波谷。20财富差，财富差通常指的是在掌纹中出现的分叉现象。一些相学家认为，这种差的形成可能与个体未来财富状况的分叉有关，但这并没有科学依据。这被解读为财富命运的分叉路口。21财富星，有的相学家关注手掌上出现的星形图案，将其解读为财富星。这被认为是一个吉祥的标志，代表个体在财富方面将会有所收获，这是财富的象征之星。22贵人纹，在手掌上出现的贵人纹可能被解释为与财富有关的线条。一些相学家认为，这可能表示个体将会得到他人的支持和帮助，有助于财富的积累，这是财富之路上的助力者。每个人的命运都不相同，在一个人的一生中，不可能一直以来都是一帆风顺的，人有的时候运势极佳，有的时候运势却很差。而从手相来看，手相能预示人的财运、事业运等等。那么如何从手相看你的事业运势？今天小酱汁为酱友们分析一下不同的手相特征，事业运势如何。1指头短，魄力十足，经营者。4根手指较短的男女不会在乎小事，做起事来不拖泥带水，因此能够很快地下决定，并且勇于采取行动。由于本身具备了优越的经营能力，因此很适合致力于实业的经营工作。手指的长度如果过分的短小，在比例上显得离谱的话，那么就显示这个人具有懒惰的性格。2指头长，精明理性，实业佳宜。指头长的人精神方面的倾向较强，就手型来说，这是属于思索型或尖头型的人，与一本万利的财运比较无缘。但是这种人处事慎重，又擅长分析材料，因此如果能将这种长处与工作相结合，比方说从事银行或证券等相关工作，便能期待丰硕的成果。3手掌肉厚，职场运势起伏不定。手掌肉厚比较有福，气势较旺，如果面相比较得力就更好了。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整个身体已经向上移动了，则说明自身向上生长的情况比较得力，能有助于事业的快速发展。只要自己辛勤努力，有朝一日便可成功。如果手掌过于肉厚，则属于劳碌奔波之类，一觉醒来发现有时高有时低，有时又蜷到别的地方，睡觉不老实，难安的状况，则事业起伏不稳，工作多变，心高志短。4无名指跟中指一样长，能拼敢冲的大玩家，无名指要是跟中指一样长的话，那便是赌鬼之相，对于任何事都有喜欢下赌注的兴趣。这种人一听到打麻将、赛马、玩桥牌，全身的血液都会立即沸腾，眼睛也为之一亮，马上就会开始安排时间找钱去赌。这种人的确对输赢有着相当敏锐的感觉，也喜欢投机性较高的理财方式，股票、房地产等投资生意会很乐意参与，不过并不表示心中是否有万全的把握。这样的人假使诚心草率的下注，随便赌输赢的话，将会使自己落得一文不名。5方形手，勤俭持家，乖乖牌，这是方形手的人所有的特征。以西方人来说，日耳曼民族的德国人大都是这种类型。这种人的特点是在金钱方面很规矩，一板一眼地进行理财计划，相当扎实稳健。这种人的性格也很可靠，所以和这样的人有金钱上的往来，大可放心地将传票、账簿交给他。6手型瘦扁且关节青筋浮现，学术型研究者。这种人的手看上去扁瘦，而且关节和青筋浮现，也就是所谓的思索型手相。这种类型的人一般而言都相当的淡泊名利，
并不将钱看得很重，反倒比较注重精神的东西，而非物质享受。这样的人比较喜欢沉溺在自己的小小世界中，专注于一些他自己有兴趣的研究。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尽管很理想，但是一辈子既发不了大财，也饿不死的财务状况，是最有可能的写照。如果不是因为研究成果能申请到奖学金，因发明而申请专利赚钱的话，那么这种人可以说是一生与财富无缘的。除他的配偶或周遭的人很会理财，不然这种人对于金钱是漠不关心的。7. 智慧线起自食指下方，白手起家的大老板。智慧线起自食指下方，象征有权力欲、统御能力和行政手腕。智慧线从食指下方往下走成一斜直线的朋友，特别具有领导力和经营事业的才能。一旦下了决定，勇往直前，到最后多能顺遂心意。此种手相者不管男女都很有魄力，站在第一线能有杰出表现，是很适合创业的手相。如果智慧线上端再出现支纹，则成就更大。要提醒的是，智慧线起点若达到食指根部，即便未来能掌大权，但由于私欲太重，老年恐怕难得善终。凡事需注意替他人留3分后路。8. 手上智慧线平直，创业能手。智慧线平直的人个性务实，思想有条理，不会为梦幻或不切实际的想法浪费时间精力，做事干脆利落，是处理实务的能手，工作上多能做出大小不一的成绩。许多创业能手的智慧线皆是平直，譬如鸿海老板郭台铭。智慧线平直加上智慧线起点与生命线分开的朋友，个性勇敢、果决、爱闯荡，喜欢多彩多姿的人生，排斥一成不变的生活，特别适合创业。智慧线平直的女性由于都是女强人，强硬较欠女人味，丈夫在外面花心偷吃的不少，需多注意家庭生活情趣的经营。9. 事业线起自生命线，目标明确的职场人。事业线从生命线上升起的朋友，奋斗心十足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开拓出人生道路的类型，一切成功毫不侥幸。因此种奋斗精神正是创业者所必须的，所以如想创业或可一搏。虽然好运来得较慢，但30岁后可逐渐抓住成功的机会。这种手相的朋友，若事业线起自生命线的下端，多数幼年起就家境不佳，较早进入现实社会，历经千辛万苦的挑战。事业线起自生命线中段，则生长环境较为顺利，但不论是以上哪一种，事业上的开花结果皆是脚踏实地而来，即便步入顺境亦不懈怠，保持着远大的目标，因而开拓出绚丽的人生。10. 手上水星线明确，企业管理者。水星线起自生命线或月丘前区，可以视为是事业敏锐度的指标。此种水星线又称商财线，对企业经营有先见之明，在策划上具备特别的才能，经营事业相当精明又有远见，事业成功的可能性很大。有些人水星线2条直直从月球生出，更主将获得特殊的成就。只是如果水星线起于生命线内的金星球，由于内心不够宽广，较会计较，反倒适合一些专业或学术性的学问研究，不适合从事综合性的事业了。11. 清晰优美的段长，大企业老板。段长的朋友多半主观强烈，做事有一贯的精神，不怕困难险阻，无论事情大小都能认真去做，极富敬业精神，自然是创业的适合人选。只是段长的朋友大多事业心重于夫妻感情，比较个人中心，因此需要配偶多包容宽谅。段长手相者天才型的比例很高，如果同时事业线佳、成功线佳，有能力把失败扭转为大成功及大幸运。许多经营大大小小企业的企业家中，常可见段长的例子。一般人认为，一个人如果生活方式发生改变，或者思想观念起了变化，手纹也会跟着改变。命运是要靠自己努力来得来的。俗话说，一分钱难倒英雄汉，可见钱财对于我们的生活是至关重要，它是我们物质生活的基础，也是我们追求高品质生活不可或缺的助力。有的人出身富贵，天生不为钱财而烦恼；有的人凭借自身努力，最终也能富贵满盈，却也有人一生穷困潦倒。今日
我们从手相来看一下，哪些人财运好，财富多。一，看5个手指的情况，5个手指并拢无缝隙，说明这种人很能守财。反之，5个手指并拢起来，缝隙越宽，漏财就越严重，就算赚钱再多，都难于存钱，要尽量做好理财准备。一般来说，手指修长的人往往在艺术方面有很强的天赋，并且能够得到一定的名声和威望。这类型特征的人，这种手相的人，追求精神主义，渴望权力，喜欢高高在上的地位，对钱财却不计较，花钱很随意，所以赚不到钱。2，看大拇指。人的大拇指第2关节，这个地方是表示财运旺衰的。此处无论是横纹还是直纹，纹路越多，表示积攒的财富越多。这种人多靠勤俭致富。大拇指第2节指腹中的横纹，守财纹，有这种守财纹的，通常是能够守财的，理财能力也很好，会知道如何管理钱财，选择适当的投资。网格纹是大拇指下面的纹路，越密则越有财运。网格纹在这里的朋友，表示其人财运旺盛，赚钱比较容易，不论是上班族还是做生意的人，都会遇到好的赚钱机会。3，看食指。如果人的食指上有一条横纹的话，那就说明此人有异性缘。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，往往都是由桃花来的。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，或者女孩会找到有钱的男人。人的食指与中指是代表着勤奋与否的，如果这2指之间有缝隙，说明此人善于思考，做事缜密，勤劳努力，所以将来必能出人头地而有所成就，当然财富也会旺。在人的食指根部木星丘比较发达的人，这也是主财运的地方。木星丘在手相学中称为巽宫，也叫钱财宫。这种人运势较好，因此财运必佳。木星丘饱满、气色血色良好的人，财运必然旺盛。这种人大多是商业发家。4，看无名指与小指。小指根部水星丘与无名指根部太阳丘之间的部位，如有出现十字纹，表示有意外之财到来。这种人会有意外发财的机会，比如买彩票中奖了等等。小指与无名指中间的下面的斜线称之为钱财纹。钱财纹如果比较多，并且比较清晰，代表着有较强的理财能力，擅长理财，特别是在生活上能精打细算，不会盲目开支花钱，总能把钱用在刀刃上。5，看手掌的厚薄和软硬。在手相学上，手掌的厚薄代表一个人福分的多少。手掌饱满肉厚，并且张开，掌心能形成自然凹坑的人，是守财多福的手相。手瘦削无肉，掌心平平是月光族，花钱如流水，赚不到大钱也守不住财。拥有一双有弹性、软绵绵的手，属于人生富贵的象征。如果在后世的话，则代表财运上比较丰厚，在理财上也比较有智慧，很有经济头脑。同时，他们在财运上也有好的运气，生活档次也比较高。手硬的人脾气倔强固执，虽然做事容易一根筋，但优点是工作上坚持执着有耐力。手硬而厚，可以白手起家，坚持努力后获得财富。手硬而薄，则固执己见，事业上容易做错决定而导致一生贫穷。6，手掌有理财纹。在手掌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，叫做理财纹。有这种纹的人通常是替别人理财，或者是大公司里面的会计，通常帮别人理财，当然自己也会投资理财，因此不会缺钱用。7，手掌有痣。手掌有痣，手掌的痣一般都是属极痣，手掌心的痣代表智且富，代表你很聪明，将来会富有。8，有多条事业线。事业线是从掌心底部延伸至中指缝隙处下方的一条笔直的线。多条事业线是指事业线旁边有些虚线，斜线往周围延伸。这类手相的人懂得东西多，专业技能很强，虽然工作辛苦，但是收入回报也大。9，
智慧线明朗深长。手相学上认为，智慧线明朗深长的人容易获得成功。智慧线又称头脑线或思想线，其不但能够表现一个人的智慧，同时还代表着其思考能力、自我控制力、记忆力、应变能力及创造能力等。智慧线明朗深长的人往往能在这些方面表现不错，因此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往往能够轻松地获得成功，能够轻松地赚大钱。10. 太阳线清晰深长。太阳线又叫成功线，也就是位于无名指根部并一直往下伸的那条纵向延伸的线，它代表一个人的人缘、名誉以及成功。所以太阳线清晰深长表示人缘佳，做事容易成功。而往小指方向延伸的支线为财运线，因此有这种手相的人通常贵人多，理财能力强，有商业头脑，所以变成大风的几率非常高。大富大贵的财运线算命全解。财运线又叫水星线，每个人手掌中都会有或深或浅、或长或短的财运线。财运线的起点在水星丘的呈现短竖线的样子，也是小拇指附近的断竖线。财运线顾名思义，就是从手掌观看一个人的财富运势的纹路线。财运线位于小拇指下方，相比手掌中的情感、智慧、生命3大主线，它显得短小又不起眼。大部分人的财运线都不会太长，除非一些天生财运好的人，可能财运线非常明显突出。一般人如果没有一定的手相学基础，是很分辨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财运线的。那么好的财运线表现怎么样呢？哪些又是坏的预兆呢？下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。1. 多条财运线。假如财运线不只有一条，而是多条，而且每条的纹路都非常清晰深刻，代表其人财运非常旺盛，而且身边常有贵人相助，事业发展顺利，生活过得很是富足。2. 细浅且多条。财运线生得非常细浅，而且生有多条，这表示其人赚钱虽多，却是左手进右手出，典型散财童子一个，而且甚至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，提醒有此类手相的人要养成定时储蓄的好习惯，不要让手中有过多的现金，这样能够积累到一定的财富。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，通常财运都不太稳定，起伏波动较大，而且多有烦心事，需要不断的付出努力才能赚到一定的钱财。有这样的手相的人不适合和别人合伙，也不适合投资副业。3. 没有财运线或断断续续。手掌上没有财运线，或者是财运线生的断断续续不连贯的人，通常财运较差，做事情多有阻碍，目标很难达成，生活上较为艰辛。此外，有此手相特征的人大多性格急躁，做事缺乏耐性，容易半途而废，这样更加重了生活的艰难。假如能够改善自身的性格缺陷，财运会有所好转，财运线的形态也会跟着发生改变。财运线断断续续或曲曲折折的，代表金钱运较差，这时候受到生活困难的威胁或生意不顺当，内心至焦急不安。如有这般情形，应尽量忍耐，不必再与投资，力求消极以度过难关。如果一个人的财运线生的断续，可能说明此人财运会较差，做事多不顺心，生活上也多困难。这样的人会比较性子急，没有忍耐性，应尽量学会控制自己，避免有更大的损失。4. 深切清晰。如果财运线纹路生得深并且清晰，这样的人大多会很精明，有比较理想的财运，事业也会发展得很顺利。这样的人十分善于投资做生意。在手相学上，如果财运线生得很长，而且超过了手指缝隙，这样不利于聚财，即使有了财富，也可能会失去。可以说是左手进右手出，应该学会理财。如果财运线长得很直，而且又深，旁边还没有其他纹路干扰的话，即使你现在各方面不是太好，但是财运慢慢的转好，其他的运势也能产生变化，越来越好。
5. 与金星相交，若财运线与金星且相交，那么在投资方面要更加注意，因为你比其他人更容易因为生意失败破财，或者投资遇到的风险会更大，意外更多。6. 呈波浪状，若财运线长得像波浪形状一样的话，那么财运多数时候都是不稳定的，而且烦心事业特别多，只有踏实努力才能有成就，一些不该有的幻想还是少想一点。投资、赌博更是要克制。7. 一环扣一环，若财运线是如同链环一样的一环扣着一环，那么你多少时候都是偏财运比较好，或者常有意外之财，比如走在街上捡到钱之类的，或者也容易有不义之财，但是要防止因财生灾，带来不必要的困扰。8. 与金星丘有相交，如财运线与金星丘及月运有相交，这样代表可能会因生意失败而破财，或投资不利而损失金钱，需要多注意。9. 很直而且深，财运线生的很直而且深，旁边也没有其他纹路干扰。有这样财运线的人，可能现在各个方面不是很好，但是随着财运慢慢的转好，其他方面的运势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，财运线如针一般挺直有劲的出现。而且没有障碍线的才算好。同时，纵然现在贫困，但随着财运好转，线条也变好。不过，纵然财运线很好，如果其他线条欠佳，则财运线的形状也将逐渐变坏。10. 有一条横线穿过，将其切断。如果财运线上面有一条横线穿过，将其切断，那也是一种破财的表现。如果横线一直穿过太阳线，则破财的可能性更大。手掌中若是有这种情况的朋友，一定要加以重视。对于一些有风险的投资，也要谨慎，在钱财往来方面要特别小心。11. 细不均匀，若是财运线生的粗细不均匀，一般有2种情况，一种是财运线突然从细变粗，代表突然变粗点所代表的年龄段里面，财运会突然变得比较旺盛。如果财运线由粗突然变细，那就代表在突然变细的年龄段上面，财运也会突然变差，赚的钱也会越来越少。12. 出现许多支线和乱纹，如果财运线上面出现许多支线和乱纹，或者呈现扭曲的形状，那就是代表其人的财运比较差，在赚钱的过程中常常遇到困难和麻烦，生活比较拮据，特别是容易在借贷方面遇到纠纷和困扰。13. 同时有2条财运线，的情况，表明这个现在的收入和积蓄都比较稳定，一辈子应该说不会被钱绊住手脚。这2条线越粗越清晰，说明财运越是亨通，这说明此人大有富贵之相。14. 长长的延伸到头脑线，财运线长长的延伸到头脑线的人，懂得避短取长，懂得利用自己的特殊才能，并通过这种方式开拓财源。我们每个人都要充分利用自身与生俱来的能力，开拓更好的财运和机遇哦。15. 清晰且延伸至生命线，在线条足够清晰的情况下，财运线长长的延伸至生命线的情况，表示拥有此线的人可能从父辈或祖辈那里继承了巨额财产。但是即便财运线很长，如果总是断断续续的话，也不一定很幸运。16. 位于太阳丘的末端分叉成2条，如果成功线位于太阳丘的末端分叉成2条，若分叉线向着中指下，这象征运势如同树枝般枝繁叶茂，好运到来。若是分叉到小指方向，不仅运势会好，财运也要转好。如果是成功线起始位置出现向下的分叉，若是流虚线，表示将获得支持和帮助；若不是流虚线，则表示会因为嫉妒而失败。17. 成功线碰到太阳丘的星星，成功线如果碰到太阳丘的星星，这颗星星叫做幸运之星，人际上会交好运，可能会马上高升或转到更好的工作岗位上。成功线尖端有横着的障碍线，于是有不好的事降临。如果成功线上有倒形纹，
这是成功道路上会有困扰出现。如果太阳线是完全的形状，这表示运势时好时坏，更迭无常。18. 出现 X 号，如果财运线上出现 X 号，那就是将要破财的征兆，其人可能会在钱财方面遭受比较大的损失。如果自己做生意的话，那就有破产或者倒闭的危险，并且 X 号越大，损失越严重。如果自己的手掌出现了此类的情况，那么在钱财进出方面就一定要谨慎有加，最好不要做一些风险大的投资，更不要随意借钱给别人，防止有去无回。19. 手相财运线只一条，财运线只有一条，且又长又清晰的情况。财运丘上只有一条漂亮的财运线，很长且清晰可见，这样的财运线是好线，没有横切过去的障碍线，也没有攀援附之的其他杂线，这种情况是十分理想的。这样的人在经济上颇为丰润，几乎不必为钱的事情而伤脑筋。他们即使没有成为资产家或企业家，也是非常善于积累钱财的人。20. 财运前粗细不均，财运线生的粗细不均时，通常有两种情况：一是财运线由细突然变粗，表示在突然变粗点所代表的年龄段上，其人的财运会突然转旺；假如财运线由粗突然变细，则表示在突然变细点代表的年龄段上，财运会突然变差，赚的钱会越来越少。手相双手宝传文，何愁富贵来？手相中富贵的集成符号较多，一般吉利符号加大运势的增强。锦上添花，相书中一种富贵符号宝传文，又称为元宝文。古有手有宝传，满载珠宝之说，可见宝传文的作用非同小可。宝传文如果封闭又比较严密，4个角不漏，属于财库，代表着有很强的聚财能力，生活中收入高，很容易存着钱。宝传文是由2条或者3条主线，感情、智慧、生命线一起和其他的一些辅助线形成的抽象的宝传图形。一般情况，金元文宝上宽下窄，犹如梯形、船形、盆形之状。元宝形状越大，则财产就越多。第一，手大4指并收而聚拢，指爪有收，皮白肉细，一生富足之人。第二，手中宝传文又大又封闭，并且事业线拖着宝传前行，一生运势旺盛，事业猛进，财运不断。第三，感情线伸长，结婚线2条相对平衡，手相中宝传文的出现，加大了运势的增强，犹如锦上添花。宝传文的出现必须要有伸长的事业线配合，才能富贵有望。如果一个单纯的宝传文没有富贵不会太大，甚至无富贵之象，那么除了宝传文，还有哪些财运亨通的好手相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看吧。1. 手上有玉井纹的人，一般来说，井字游戏的图案相对较小，由小文章和细线条组成。您可以想象这样的小井字游戏图案将是多么幸运。那么玉井纹路就不同了，玉井纹由双事业线、太阳线、财富线组成，其形大，财气大。手掌有玉井纹的人，事业运旺，会步步高升。他们绝不只是池子里的一个东西，他们就在拐角处。手掌上有玉井纹的人，百年难得一见。他们是求学期间的骄傲，有着惊人的才华，他们注定会在工作后蓬勃发展。如果手掌上有玉井纹，则长大后事业运势旺盛，步步高升。你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，事业成功指日可待。手掌上有玉井纹的人，百年难得一见。小时候上学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天之骄子，他们拥有惊人的才能，他们注定会在工作后登上顶峰，他们必定富有繁荣，这是可喜的。2. 田纹。田纹是一种线条图案，寓意幸福。有这种手相的人，象征着拥有千千万万的豪宅，意味着这个人拥有不错的房产。如果你想要一个婚后有稳定房子的女人，
那么选择田野格局的男人是你不错的选择。男人手掌上出现田纹，则政治经商能力强，能获得很多财富。3. 手掌财富线多的人，对于手中有几条财富线的人来说，索尔豪根线下方的位置称为财位，如果有几条垂直线，则称为财富线，也称为太阳线。这条线一般与事业线平行，这是一条相对较长的垂直线。由于索尔豪根是掌中的宝库，所以会是一条财富线，也算是比较富有的人。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运势，就像不是每个人的手掌上都有一条事业线一样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独特。有的人天生不同，拥有良好的自然资源，而财富上限就像是表示这个人容易获得偏财。一般来说，这条线的人具有冒险精神，常常会做出非常大胆的选择，别人不敢做他就去做，所以他比别人更有可能去做，财富先由他人获得。3. 火星手相，金星丘异常多肉，肥厚凸起，甚至突出一块肉，一般被视为财富巨大的标志。这个位置如果厚，对于火星手相的朋友来说，更容易的横财，是有横财命的意思，是园艺学公众号，并且往往还会住上大房子、别墅或多实业或物业。一般手掌偏瘦，手指尖长，看起来干枯，指节突出，或是指尖不规则等，都是火星手相的标志。只要金星丘发达，都是有横财命的象征。而金星丘位于大拇指根部处。4. 金星手相，木星丘长得结实多肉隆起，占据了整个食指根部，那么就是有横财的手相。其实金星的手相比较容易判断，一般手型偏方，肉偏结实，不论是背还是手心，按下去都是硬硬的，一般就是金星的手相。而且金星的手相，手指顶端都比较平，而木星丘的位置便是食指根部那个地方。5. 土星手相，水星丘发达饱满凸起，也是有横财的命。相对于上面这4种手相，土星的手相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。其实土星手相就是木星与金星的手重叠在一起，因此那种手型偏长但又带方。另外整个手掌偏厚重结实的就是土星的手，一般手长的又大又长又厚，基本上可以说是土星的手相。而水星丘位于小指根部处。6. 手中拥有不动产线，这是位于事业线和太阳线中间的一条短小横线，拥有这种线纹的人并不多，而且好的不动产线应该是同时和太阳线以及事业线相连接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即这条线纹才能够体现出命主在生活中有着出色的偏财运。这类人能够从父母、长辈那里获得财富，或者是不动产，也就是房屋、房产，从而不用为了未来的生活而拼搏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这种线纹意味着其人出身富贵，天生就有横财。7. 手中智慧线上存在分叉，拥有这种特殊的智慧线意味着其人的性格非常理性，有着极为理智的思维，从来不会在工作中做出一些成功率较低的选择。而在理财方面，其人有着非常敏锐的嗅觉，他们总是能够发现最好的赚钱机会，并且这类人在理财过程中不会犯下错误，从而使得自己总是能够获得收入而不会损失金钱，往往一次投资就能够赚得巨额财富，所以说是天生能够获得横财的手相特征。8. 手上有赌运纹，赌运纹是位于无名指上的第1节指腹上的直纹，有可能是一条，也有可能是几条。如果手上有纹，意味着横财运旺盛，运气非常好。有这种手相特点的人，只要是参与带有赌的事情，一般都是赢多赔少，好运常伴。不过凡事过犹不及，也要学会适可而止，不可太过沉迷其中，否则得不偿失。9. 手颈线清晰有星纹，看一个人的横财运好不好，还可以观察其手颈线，
也就是手腕上的纹路。一般人的手腕线有3条，如果一个人的手腕线上出现了1条星纹，并且第1、2条纹路清晰明朗，那么表示这样的人横财运很好，必获其财或是意外之钱，甚至可以一夜暴富。这是常见的横财纹手相之一。10. 理财纹多右长。理财纹主要位于我们小指和无名指之间下方的位置，通常是斜纹。此部位的纹路与一个人的财富相关，也关系着一个人的横财运。从这个纹路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横财运情况。依据手相学的说法，若是一个人的财富线很多且深长，这样手相的人横财运也会很好，没什么大困难。11. 头脑纹。头脑纹的支线期末尖端指向小指下或达到根部，即水星丘，表示会受水星丘图中蓝色部分掌管天赋之影响，不管在实业或其他方面都能赚大钱，即使受薪阶级也能在薪水以外有收入。可说头脑灵活，很会把握机会赚钱的人。12. 五指长短有序，中指稍长。从手相学来看，五指代表一个人的父母、成就、配偶和子女。五指修长，长短有序，间隙合宜的人，各方面各有所得，福泽绵长。有此手相的人天资聪颖，少时能得家人庇佑，衣食丰足，青年夫妻恩爱，子女缘深厚，一生运势平稳。其中中指稍长的人，说明此人善于计算，做事情缜密有条理，能挣钱理财，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，对自己的要求严格，也很容易大富大贵。13. 食指有3约纹。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1条横纹叫做指节纹，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叫做3约纹。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，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。如果是女性的话，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，受夫家福荫，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，衣食丰足。男性的话也能娶得有钱娇妻。总而言之，是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。14. 太阳丘丰满高隆。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、才能与声名等。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，颜色明润，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、理财能力，在青年时期就能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。另外，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大多性情温厚、正派乐观，个性明朗，有较高的素养，通常有很好的人缘，晚年能赢得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，衣食丰足，家庭幸福美满，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。一个女人是不是富贵命，冥冥之中早已注定，看3个地方就知道了。女人的财富都是靠自己努力挣来的，但有些女人一生下来就非常的富贵，财运也非常的旺盛。有些女人一生下来就是富贵命，财运非常的好，即使她们没有富贵命，但在生活中她们也能够过得非常好。那么如何判断一个女人的财富是否已经达到了富贵呢？哪些面相会有聚宝盆呢？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1. 眼如含玉。嫁贵夫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精气神，双眼的眼皮形状不受限制，首要还是看一个人的目光。假如一个人的目光含蓄而坚韧，看上去温文而不伶俐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性格较为的大方，处事也比较得当。若是目光明澈而干净的话，则心里也比较的纯净和仁慈，简单嫁贵夫，甚至会嫁到某一区域的豪门贵族之中。2. 鼻直耳厚。有主见，鼻梁代表着一个人的品德和主见，耳朵代表着一个人的智力和福分。假如一个女性的鼻梁长得高挺直拔，耳朵长得饱满扎实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智力较高，很有主见，遇事不喜欢盲从于别人，并且有着很强的执行力和行动力，定力十分强，干事不急不徐，也不喜欢急于求成，
心理强壮而镇定，人品也十分的正派，干事慎重，待人和气，分缘特别好，自身工作开展十分不错，也能旺夫助夫。3. 鼻头有肉，聚财鼻子在相学中为财帛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气和蓄财力。假如一个人的鼻头长得丰盛有肉，看上去比较扎实的话，这是一种聚财的象征。常有此种鼻相的女性，大多性格宽广，心理仁慈，懂得为别人考虑，有着很强的包容性，并且持家有道，家里家外打理得有条不紊，必有荣华在身。4. 封门不露，守财封门便是鼻孔。所谓的封门不露，指的是鼻孔不显露。鼻孔显露的话，也称朝天鼻，简单破财。鼻子为人的财库，而鼻孔就相当于财库的大门。封门藏而不露，代表着聚财才能比较强。这种女性一般存钱才能比较强，不喜欢乱花钱，并且有着很强的理财意识。婚后金钱也是越积越多，简单成为小富婆。5. 兰台有锁，守财兰台指的是鼻头两边的肉。所谓的兰台有锁，指的是鼻孔不显露，且鼻翼两边的肉长得较为紧实。这种鼻相的女性一般心理细腻，干事谨慎，自我控制才能十分强。关于金钱的驾驭和管理也十分的理性，有着很强的储蓄观念，花钱很有控制，可以堆积下丰盛的财产。6. 太阳穴平满，圆满婚姻。太阳穴部位在相学中也称为奸门或夫妻宫，坐落眉眼的尾端至发际线之间的部位，代表着一个人的爱情和婚姻运势，以平坦光亮且微微内凹为佳。假如女性的太阳穴位置长得较为平满的话，这种女性一般心里豁达而大方，干事大气而慎重，考虑问题很有才智和格局，不喜欢斤斤计较，懂得照顾丈夫的感受和想法，有着很强的理财意识和理财才能。婚后夫唱妇随，婚姻较为和谐圆满。7. 颧骨丰满，颧骨却代表了一个人的权欲和个性能力的强弱。如果女人的颧骨长得平直有势，颧骨丰满有肉，这种女人一般做事很有原则，心地比较正直，头脑比较聪明，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也很强，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，待人处事非常认真，也很有上进心，属于典型的旺夫相。不仅自身事业上的财运较好，婚后还能对丈夫的事业有很大帮助，一生婚姻稳定幸福，聚财能力超强。8. 印堂空旷，印间即为眉间之处，在相学中又称命宫，代表心性气度及事业财运。而天仓部则位于前额两侧太阳穴稍上方之处，在相学中则代表聚财能力。假如女人的印堂长得宽阔而平坦，天仓部位长得丰隆丰满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心地善良，性情平和，心胸宽广，有包容性和爱心，不喜欢与人计较，特别是乐观，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可以从容面对，一生过得轻松自在，人缘财运都很好，聚财能力很强。9. 天庭饱满，天庭就是我们的额头，有没有额头其实不重要了，只要看下巴就可以了。其实下巴并不是非常重要，但如果你看了一眼下巴就能看出运气好坏，这就是下巴的问题了。下巴可以看出一个人有没有富贵命，当然也可以看出女人运势是否好。天庭饱满会给人一种非常有福气的感觉，这种女人不仅不愁吃穿，也不愁没有钱财了。在面相中，天庭饱满意味着她们很聪明，眼界高远，眼光独到，有着很强的开拓精神。对于钱财没有太多的欲望，属于聚宝盆一类面相了。这类女人有福气，也会给她们带来很多收获，一生中必定不愁吃穿了。10. 唇形方正，相学中嘴代表一个人的表达能力和进食，
表达代表一个人的关系，进食代表一个人的享乐欲望，可见一个人对人际的态度。假如女人的唇形长得方正且上下对称，唇色红润的话，这样的女人大多性格非常开朗外向，具有很强的交际沟通能力，而且机智灵活，人缘非常好，说话也比较得体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说，做事特别有条理，属于难得的贵人之相，并且身体健康，待人热情，做事精力充沛，一生福禄运势丰厚，一居高位，聚大财。11. 背粗腰圆，腰是一个人财运的象征，腰是一个人责任心的体现，腰是一个人财运的象征，腰是一个人做财的能力。女性若长得背后腰圆，有肩有臀，代表财源足，事业顺心。这种女性一般性格温和大方，做事踏实稳重，对事业很有责任感，对家庭很有责任感，心态积极健康，不喜欢过多烦恼，很有上进心，身边的贵人较多，一生家业丰盛，晚年享不完的福。12. 下巴圆润，下巴是代表一个人的晚年运势，如果下巴圆润有肉的话，那么这样的人大多都有不错的晚年运势了。下巴是女人的聚宝盆，俗话说得好，下巴长如瓜，丰盈肥厚。下巴圆润代表着自己晚年可以富贵，也代表着晚年运势非常好。女人下巴圆润且长得丰满丰润，是富贵命的象征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富不过3代之说，因为下巴长得丰盈且丰满，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财运。除此之外，若是一个人下巴圆润且不干瘪，并且下巴不长歪，则是比较健康的下巴，也就是常说着说的地格方圆。这样的女人无论男女财运都很好，她们一生运气都不差。13. 下巴尖，下巴尖的女人有着很强的聚钱能力，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都是很好的，所以她们会有很大的财富。不仅是她们在赚钱方面是很成功，同时也是很能赚钱的一类女人。拥有尖下巴，尖者其性格也是比较温和，不像那些脾气火爆的，那么很容易让人觉得这个女性是非常的暴躁。而且尖下巴更容易招财，因为尖下巴就像一把利剑一样锋利无比，在生活之中也容易成为一位富豪。女人长了尖下巴，不仅财运好，而且还能够积累不少的财富呀。14. 柳叶眉，行柳叶眉形是旺夫益子面相的一大特征。所谓的柳叶眉，就是眉心的弯曲幅度较大，眉毛能从眼头长长的到达眼尾后方。这种眉形的女子心肠柔软，有很好的旺夫益子运气，且拥有这种眉形的女子不常见，男士们需把握良机。15. 眼睛有神，眼睛有神是旺夫益子面相的一大特征。眼睛有神，而且眼睛黑白分明，这样的女子具有很好的帮夫运，特别是在丈夫低迷的时候，能够陪同左右，相扶相助。如果是眼睛没有神采，还充满了血丝的女子，本身运势较差，心焦气躁，不仅不能与丈夫良好沟通，跟孩子也会交流困难。女人最命苦的手相，一辈子劳碌命，希望没有你。有的女人的命特别苦，一生都是劳苦命，结婚之前就在家里不受父母的宠爱，在结婚之后还有伺候自己的老公，还有婆婆，生了小孩也不得安宁，毕竟照顾小孩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，所以这样的女人基本上都没有过几天安宁的日子。今天我就来为大家分析一下一生劳碌命的女人手相，一起来看看吧。1. 手指之间的缝隙大，一般这种女人是存不住钱的，因为在花钱方面比较大方，天生下来也没有福气，注定是劳碌的命运，做什么事情都得靠自己，不然很难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生存下来。而且身边的贵人没有太多，遇到问题的时候只能独自一人扛下来，再加上手指缝隙大，存不住钱，根本不敢停下手中的工作，
手指干瘦无肉就是一个劳碌命运的表现，未来的一生自己都是很辛苦的。2. 手指弯弯曲曲，这也是一种劳碌的命运。有一句俗话叫做食指偏斜劳碌命，骨节暴露愁心人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。这种女人在工作上都是埋头苦干，不过命运有时候会变的，有时候自己的努力就会得到好运。这类女人要珍惜好身边的朋友，因为有些困难是一个人抗不下来的，自己也要把握好时机，不然就注定是一个劳碌的命运了。有的时候自己对于机会不好好把握的时候，可能自己的未来真的就是非常累的。3. 事业线较长，事业线很长的女人也是辛苦的命运。事业线较长的女人一般比较劳苦，难有养尊之福。事业线代表着一个人事业的走势，如果一个女人的事业线比较长的话，则说明这类女性朋友是事业上面的女强人。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多半也是性格比较强势的，她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与人争辩，会因为要奋斗事业和性格的原因而错失生活中的一些精彩，也会因为事业而错过忽略一些良缘。所以这类女性朋友虽然会在事业上面有一番成就，不过她们的家庭多半是不能够美满如意的，基本上老公也是不能帮助一下自己的。4. 有漏财纹的手相，如果女人是手中有漏财纹的，这样的女人财运是不好的，甚至会出现漏财的情况，即使自己有能力赚到钱，也会让财富流失的，导致了自己日后的生活很不好。这样的人在事业方面也不能有很好的发展，因为他们做事的态度是不好的，不能认真地处理好问题，所以也会给领导和同事不好的印象。如果公司要裁员的话，他们肯定是第一个被裁出来的，命运特别的苦。5. 事业线凌乱弯曲，事业线比较杂乱的女人就是很辛苦的。其实一般来说，事业线比较直，说明这个人事业运势是不错的，命中会遇到贵人帮助，在你困难的时候他们会给予帮助。但是事业凌乱或者弯曲的话，就注定是苦命人，一辈子多败少成，注定难赚大钱，就算赚到钱也会很快的花掉，因为这类人自控能力不强，花钱总是大手大脚，完全不会节制，就算能勉强控制下来，攒下的存款也不够日常开销，所以一生当中都在为了碎银几两而奋斗。7. 拥有反抗手纹，手上有反抗线的女人从来不会接受别人的命令，也不喜欢听他人指示，尤其倘若线长，一旦被束缚就会引起她的反抗。像这样的女人适合搭配一个性温和或者年纪小的男人，否则多半是老公受支配却不服气。这种手相的女人有正义感，又喜欢辩论，不肯认输。倘若智慧线良好，做律师法官都会有成就。倘若有2条反抗线，则不是很好，容易一事无成。8. 拥有断掌纹，人们都说女人断掌是不好的，认为这样的女人会克夫的，因为这样的女人在平时的生活中相当的强势，只会坚持自己的想法，这样对于他们的事业方面是有一定的帮助，容易让他们成功的。但他们为人处事方面相当的前进，不懂得变通的不会如何跟他人相处，所以会影响到夫妻之间的感情。一旦感情出现了问题，他们就会对丈夫很多方面造成影响，最后会让自己过上很贫困的生活。9. 事业线深，此类女性性格强势，做事方面踏踏实实，事业方面会被领导看重，但是由于性格过于强势，极其容易给周围的人造成压力。这样的女性一生大多辛苦劳碌，不得清闲。工作上虽然收入较为稳定，但却难得大富贵。10. 事业线从生命线的后半部开始延伸，手相中若有此手纹的女性，女强人占多数，在事业中会像男人一样的拼搏，做事稳重，
能力较强。拥有此手相的女性，想获得成功付出的努力往往会比较大，在婚姻方面对待家人也很强势，容易产生家庭矛盾，从而导致婚姻生活不幸福。11. 穿长女，这类女人一般都是辛苦命，女人撑起家的天，没有个强大的丈夫可以依靠，只能凡事依靠自己，一生操心又操劳。但是穿长是事业有成的标志，放在女人身上也不会太差，至少能够凭借自己的强大和努力逐步改善生活。12. 手的指节很大，如果一个女人的手生的比较粗糙，而且骨节很大，那么可能会是一生比较辛苦，而且婚姻情感多不如意，难以有幸福的生活。13. 生命线长但不够深刻，也就是说手中的生命线能够延伸至手腕线，但是整条生命线看起来相当的浅薄，给人的感觉就是好像随时会断裂一般。这种生命线代表的就是命主所拥有的生活节奏非常紧凑，总是马不停蹄地忙上忙下，忙东忙西，很少会有清闲的时刻。不过虽然一生辛苦操劳到世，也能够获得相当稳定的生活，这一生自己的运势都是比较好的。14. 手指上存在竖纹，大多数的手指上拥有的纹理都是横纹，特别是每一个指节关节位置上的横纹更是十分明显，这也使得出现明显竖纹的手指比较少见。而拥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，一般来说都会比较忙碌，尤其是自己的工作是比较繁忙的，特别是除去大拇指之外，其他4根手指都有着竖纹存在的话，便是相学中常说的劳碌手。其人一生都需要为了生活而不断打拼，这样的人会打拼一个属于自己美好未来的。15. 事业线比较浅薄，手中的事业线过于浅薄，意味着其人虽然拥有适合自己的事业，但是能够通过事业获得自己想要的成就并不容易，必须在工作的过程中不断付出努力才可以。这类人在工作中可以说相当的辛苦，毕竟他们的事业运不是很稳定，若是想要确保事业无忧，就必须付出比他人更多的努力才行。只要自己付出努力，那么自己未来的收获就是比较多的。16. 手掌干瘦，当整个手掌从外形上来看过于干瘦无肉的话，就意味着其人在生活中是一个过于操劳，总是闲不下来的人。干瘦的手掌足以体现出其人对于工作的重视，或者说总是喜欢做些什么，而不是好好的休息休息。这类人的事业运整体来说不算差，对于自己未来的影响都是不错的，但是个人的财运却称不上多么出色。因为从手相上来看，手掌无肉就是无财的象征，特别是皮肤不够红润，更是意味着他们无法获得横财，未来自己的发展就是会比较好的。总的来说，以上几点就是劳碌命的手相特征了。不过不要灰心，努力总是会有回报的，运气光顾的永远是那些肯努力的人。虽然在努力的过程中有些艰苦，但是忍一忍就没事了。成功都是被逼出来的，没有谁天生就是衣食无忧的。而且有一个词叫做相由心生，你为人正直的话，运气自然会来找你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